我现在在苏州，苏州是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城市啊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。如果像我一样第一次来苏州，应该怎么玩呢？是不是直接就去最著名的苏州园林啊？我估计进去也看不太懂，因为是外行，外行只能看个热闹。这个苏州园林是非常深刻的，我觉得还不如了解一下这边的历史啊，直接从2500年前开始了解。当时对苏州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吴王阖闾。开始讲历史了啊！这个吴王阖闾是谁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但是他的死对头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越王勾践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苏州这个地方属于吴国，杭州那个地方属于越国。吴越这两个国家就经常打仗。在一次战斗中，这个吴王阖闾他的脚趾头就被对方砍掉了。后来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去世了。临死之前呢，跟他儿子说：“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！”后来他儿子吴王夫差就接了他的班啊。这个夫差也很能干的，果然没过了几年就把越王勾践抓住了，然后就要杀掉，给他爸报仇嘛。勾践马上就求他，他说：“你别杀我，我们越国每年给你上贡多少多少钱，然后我本人给你当奴隶啊。”这个吴王夫差当时打了胜仗，骄傲自大吧，他居然就信了勾践说的这些话了，就把勾践留在身边，给他当奴隶，给他喂马。后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吧？越王勾践在他这边当奴隶，受尽凌辱，然后卧薪尝胆，最后又打败吴王夫差，成就他的霸业。他是成为了春秋五霸中最后一霸。这就是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恩怨。我们这个视频还是说回这个吴王阖闾啊，讲一讲他在吴国发生的故事，还有他是怎么样上位的。他爷爷当吴王的时候有4个儿子，其中他爸是老大。他爷爷临死之前呢，定下个规矩，就是这个王位怎么往下传啊，就是老大继承了传给老二，老二继承传给老三，然后传给老四，其实就是兄终弟及。等他们这一辈传完了，才能再传下一辈啊。前面几次都传得好好的啊，但是老三传老四的时候，这老四就不想当王，他对这个当王没有兴趣啊。按照规矩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往下一辈传了，就轮到这个阖闾当王了。但是这老三就打破了规矩啊，他就传给自己的儿子了，他儿子叫辽。那这个阖闾就非常不满意啊，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，结果让别人抢走了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刺杀这个吴王僚。这个时候，中国古代4大刺客之一的专诸就出场了。这个是苏州的昌门，专诸就生活在昌门内的巷子里。他本来是一个屠户，就是杀猪的啊，跟张飞是一个职业。这个人武艺高强，而且他也特别勇敢。他和伍子胥当时是结拜兄弟，伍子胥就把他推荐给阖闾，让他去刺杀吴王僚。因为吴王僚的身边有很多的侍卫，那怎么样才能刺杀成功呢？当时他们想了个好办法，因为吴王僚他喜欢吃鱼，所以专诸就专门去学习怎么样做鱼。果然学成归来，他就成了附近有名的烤鱼师傅了啊！一个刺客活生生的被逼成烤鱼师傅了。到这里为止，准备工作就做好了，下面就开始刺杀行动了。这一天呢，阖闾就把吴王僚邀请到他府上来吃鱼，这明显就是鸿门宴嘛。这吴王僚当时他就来了，但是带了很多的卫兵啊，普通人呢是不能靠近他的，都要检查。但是专诸利用他烤鱼师傅的身份，把一柄剑藏在鱼肚子里，他就端着这盘鱼上去了，很顺利的就把吴王僚刺杀了。但是他呢也被这些士兵砍成肉泥了。这件事情被完整的记录在《刺客列传》里面。很多人就要问了，说怎么我们只听过荆轲刺秦王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专诸刺吴王呢？其实那是因为秦始皇的名气更大呀，所以荆轲跟着就更有名。这件事说明什么呀？说明选择大于努力。你选择刺杀的对象是秦始皇，那你名气就跟着大；你选择刺杀吴王，名气跟着就小。我一口气讲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大家能听懂吗？再说回这个吴国，吴王僚被刺杀了以后，阖闾就顺理成章的当了新一代的吴王了。
那阖闾去世了以后，就被埋在虎丘。那虎丘的名气在苏州可不是一般的大呀，那是吴中第一景。苏东坡都说了，来苏州不来虎丘，那是一大憾事。而且乾隆皇帝、康熙皇帝下江南，都是专程去了虎丘很多次的。下个视频我就带大家去虎丘转一转，看看它的名气为什么这么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江苏昆山，带大家看一下昆山这边的网红大楼啊，太壮观了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太特别了，三角形的啊，像不像埃及的金字塔？一层一层的叠上去的。我很早之前就在抖音上看过这个楼了，今天到了现场还是挺激动的啊，第一次见到这么造型奇怪的楼。它一共是有3栋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呢。然后我站的这里也是1栋，一共是3个。中间是一个小广场，我现在是站在这个楼的最顶层拍的视频。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楼啊，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。你看下一层的楼顶就是上一层的阳台，每家每户都是这样，每家都有一个大阳台，这设计的太方便了。很多人说这个楼适合做跑酷啊，像成龙来这里拍个电影就好了，从这上面一直跳下来。这个楼也被大家称作老王楼，方便了老王了，挺有意思。它这样设计，我觉得对消防还是挺好的。比如说某一层发生火灾了，那么人呢就可以从其他层这样跳下去。消防是合格的，消防过关。它这个楼确实是可以一层一层的跳下去的。看一下我这边，比如说现在楼顶上有火灾，我就可以跳到这个上面，再跳到这边，再跳这边，跳这边，这样一个一个的就可以跳到1楼去。而且可以跳到隔壁楼啊，你看拴根绳子就可以随便跳了。当然平时的时候是不能跳的啊，那个未经主人同意你跳到别人家了，但是如果着火的时候你可以应急这样跳下去啊。如果站在消防的角度看的话，这种楼设计的其实还挺好。你像我们平时的住的这种楼，你万一着了火你是跑不了的。你看这种楼就挺好的啊。如果是价格同样的话，让大家选，你们会选哪种楼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拍视频是在什么位置啊？是在这栋楼的最高层，那个就是楼顶了嘛。我是坐这个电梯上来的，它一共是12层。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是啥样啊？这其实是一个过道，电梯还是挺多的，它分的 A 区、B 区、C 区。你像这个都是上一家的那个楼顶嘛，等于是这边的阳台。这边又有3个电梯，这里阳台都是没有封住的，直接就可以出来拍照了。这个设计真好啊，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拍照的地方。刚才我是站在最那边的那个阳台，站在这顶层啊，还可以看看昆山市的景色，一览无余啊。地铁站就在这个楼的后面，可以看到那边有很多大楼正在建设呢，塔吊还没有拆掉。这个楼真是建得很密集啊，后面的楼我觉得完全被前面的楼挡住阳光了，还有那个低层的，那采光肯定不行啊。旁边有一条河，这里风景还是不错的。刚才我是在那个楼顶拍的视频啊，现在我下来了，带大家看看下面是什么情况。下面刚才看到这是中心的小广场，这个下面呢有商店、超市、快递，各种商店都有啊，配套还是挺齐全的。住在这里生活很方便，站在这楼底下仰视再看一遍，确实是很有特点啊，三角形的鼓起来的。吴中第一山，我现在在江苏的苏州，
苏州在古时候是吴国的范围嘛，所以是吴中。这里就是苏州的虎丘。苏东坡都说了，来苏州不去虎丘是一大憾事。买好票了，票价60啊，还要带身份证呢，没身份证都买不了票。虎丘在苏州很有名的，历史上很多有名的诗人都来过这里啊，而且康熙和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专程来过这里，所以它的名气就更大了。那么最开始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有名呢？因为吴王阖闾埋在这里。阖闾是谁？大家看我上一个视频啊，介绍的很清楚了。吴王阖闾埋在这里的第3天，山丘上就发现一只老虎，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名叫虎丘了。吴王阖闾生前特别喜欢宝剑，干将莫邪为他炼制好一把绝世宝剑啊，然后阖闾在这里试剑啊，就拿这个石头来试，一剑把这个石头劈成2半了，所以叫试剑石。断开的地方很整齐啊，说明这把宝剑很锋利。现在就到了虎丘最核心的景点了，叫做剑池。往里走啊，其实就是吴王阖闾的墓，他埋在这里，埋在这个水下呀。当时这边是水葬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在这水底下埋的呢。据传他下葬的时候，有3000把宝剑陪葬，包括著名的鱼肠剑、专诸剑，都在下面埋的呢。以前秦始皇和孙权都派人来找过，但是没有找到啊。这里之所以叫剑池，是因为第一，埋藏有3000把宝剑；第二，从上往下看，这个池水的形状像一把宝剑，所以叫剑池。这池水最深呢是7米多。在50年代的时候，公园管理处把这个水抽干过，确实是露出来一个墓门。但是这墓里面埋的到底是不是吴王阖闾呢？还没有确定，当时也没有挖。但是水抽干以后，就发现本来隐藏在水下的这个摩崖石刻也露出来了，就有唐伯虎的题字啊。大家看这两边的墙面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，这都是历代文人墨客来这游览以后题的字，说明古代这些文人他们都喜欢探秘啊。现在咱到那个小桥上面看一看啊，桥上有2个开口，这2个地方是古时候和尚在这边打水的啊，从这下面取水喝。怎么想的呢？取这个墓地里的水啊。现在为什么不开挖这个墓啊？这个墓的后面就是塔，塔现在已经倾斜了，如果开挖这个墓的话，那个塔肯定要倒，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。为了保护塔，现在就不开挖墓了。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塔，它本身就已经倾斜了，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，但是它一直都没有倒。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塔可以说是苏州的一种文化符号，是一个地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塔外面不远处就是京杭大运河，当时人们就坐着船来苏州嘛，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个塔，看到这个塔就代表快到苏州了。所以如果这个塔倒了以后，那人的这个心里啊，这个文化地标就不存在了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塔是歪的吧，往这边倾斜的。这边有一个陆羽井，陆羽是中国的茶圣，他喝茶有一套啊，他是用这边的泉水来煮茶的。看看这个泉啊，就是这个泉水，也叫做天下第3泉。第1泉是杭州的虎跑泉，第2泉是济南的趵突泉，这就是第3泉。用这个泉水煮的茶非常好喝。以前这个泉水都是咕咕咕往上冒的啊，从地底上涌起来的，现在都是一潭死水了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。再看一下刚才这个地方有4个大字虎丘剑池，据说这是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的，但是虎丘是后来人临摹的，这剑池是他本人写的。大家能看出他2个的区别吗？苏州的虎丘已经转完了，这个园子其实没有多大，1个小时就转遍了。来这个地方啊，听一听这些故事就可以了。你说这里的景色有多美吗？倒不见得啊。好，就是这样了，拜拜。吴中第一山，我现在在江苏的苏州，这里就是苏州的虎丘。带大家看一下虎丘里面最恐怖的一个景点，
就是这个叫做申公讲台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这个坐月子、坐尺子，都不对啊，应该念是千人座，从右往左读的啊。这个千人座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恐怖的啊。我们往身后看，它指的就是身后这个大石头，这石头上能坐1000多个人啊，非常的大。我们换个角度，我离远一点给大家看个全景。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千人座的全景，在平面上突然鼓起来这么一大块的石头啊，上面可以坐1000多个人。为什么说这里是很恐怖的地方呢？因为这1000多个人全部都殉葬了，被杀了。当时吴王夫差把他爸吴王阖闾葬在这里以后啊，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让别人知道他爸埋在这里，然后就对这些人呢就说，晚上请你们喝酒好不好啊？让他们都集中到这个地方啊。这些人还是很单纯啊，以为吴王请他们喝酒是庆功宴呢。其实吴王动了杀心了，趁他们喝酒的时候，就下令把他们全都杀了。杀完以后，这个石头上啊，真是鲜血如流，整个石头全都被染红了。你光想象一下，都能想到那种悲惨的画面。除了殉葬的这个说法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申公讲台。申公是晋朝时候一个得道高僧，他坐在这个台子上就讲经，因为他讲的是佛教的一些理念，当地的官员不让他讲啊，然后也不让老百姓过来听，他就一个人坐在这石头上讲经，没有人来听的话，他就对着这些石头讲啊。最神奇的是，这些石头好像听懂他说的一样，然后就不停的点头，这就叫申公讲台，顽石点头。还有这个水池子里面，当时是有荷花的，这个荷花听着他的讲经，然后也盛开了。天上的飞鸟经过的时候也落下来了，然后叽叽喳喳的那些吵闹声也都不叫了，都听他来讲经啊。这就是讲经的最高境界了吧。这就是那个点头石，还有这片水池，可惜里面已经没有莲花了。这就是千人座和申公讲台的故事啊。再听听另一个孙武练兵的故事。这里有个亭子叫做孙子亭，就是孙子兵法的那个孙子。相传他在这边操练过娘子军。这个石碑上写的啊，孙子兵法克敌制胜，什么什么习武，佳话流传。就是他操练娘子军啊，当时他不是写成孙子兵法这个兵书了吗？他就献给这个吴王。吴王说，你这个兵法对什么人都管用吗？可不可以操练女兵？孙子说可以的，男兵女兵都可以的。吴王就不相信嘛，他说那我后宫有这么多女的，你给我操练一下吧。然后孙武就在这边操练女兵。这个练兵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要令行禁止，赏罚分明，就是主帅下了命令，下面的人要执行的，不然要那个军法处置啊。但是这些女兵呢，仗着他们是吴王的这个妃呀妾呀，就很不听话，有几个带头的不听话，他们就不好好操练。但是按照军法是要杀头的啊。这个吴王一听要杀他的这个爱妃啊，就很着急了，过来说不要杀不要杀。但是孙子说你要想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军队，就要按军法执行啊，就把他2个妃子给杀了，剩下的其他的妃子马上就听话了，这个娘子军就有战斗力了。吴王一看这个孙子果然是人才啊，连娘子军都能让他练出来，所以他就重用孙武当他的军师啊。好了，虎丘就游览完毕了，要合上一个视频连起来看哦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苏州，这是苏州的地标大秋库。前2天刚看了苏州那个金字塔大楼啊，今天又看到一个奇葩大楼，跟北京的大裤衩有一拼啊。这个叫大秋库，长得非常像吧。大秋库在的这个地方也是苏州现在发展最快的地方啊。这里是商务中心，各种高楼大厦林立啊。这2天苏州的天气都很好的，阳光很足。我发现现在大秋库有点这个光污染啊，还有这边的楼，看这个光污染。
大秋库是民间的叫法，人家的正式名字叫东方之门，一共是301米。它其实有2个塔楼啊，一南一北，一个是66层，一个是60层。它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连住了。这个地方高230米，这往上的地方是5星级酒店，这下面是商业写字楼啊。这个连住的地方有一个空中的过街天桥，然后这上面呢还有一个无边泳池，还有一个号称是最高的苏州园林。这个楼的最下面几层呢都是商场，可以进去逛街买东西啊。然后现在咱们进去看看，要穿过它这个大秋库下面啊，从裤裆里穿过去。下面这个商场叫苏州中心，在大门口啊就看到 H&M 的那个店了，一共是2层啊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人逛呢。哇，这里面好大呀，可以穿到对面的，对面是金鸡湖，那边有个很高的电梯，直接就上去了。这边是南，这边是北，去这个北边看看。商场很大呀，到 H&M 门口了，还是有人在逛啊，但是人不多。OK 了。为什么这边的 H&M 还有人逛呢？现在到了大秋库的后面了。我们看这个楼顶啊，有2个这个东西，这是干嘛用的呢？是不是往上吊东西的呀？两边这个是不是天线呢？大秋库的后面就是苏州的金鸡湖，这湖面非常宽广啊，这一片也是苏州现在发展最快的地方了。对面是苏州第1高楼国金中心，450米啊，92层。苏州有3个大湖，太湖、阳澄湖，还有这个金鸡湖。北京那个网红考研老师张雪峰，他就搬到这个金鸡湖附近了。在苏州的这个小巷子里面，发现一个来头很大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大家光看一下这个门头啊，就是那个官府衙门的样式啊。现在是一所学校，但是在古代啊，它可是厉害了。看一下它的来头啊，这边有一个碑，上面写着苏州织造署旧址。织造署是什么单位呢？是专门给皇帝采办这些衣服啊、皇帝的用品的。康熙皇帝6下江南，前5次住在江宁织造府，就是现在的南京。最后一次住在苏州的这个织造府。看一下它四周围这个环境啊，典型的江南园林的风格。这边还有一条小河。古代的时候，中国有3大织造府，分别是江宁织造、苏州织造，还有一个杭州织造。这个织造府是一个肥差啊，它的任务不光是给皇帝这些采办东西啊，它还有监督地方官的一个职能。各地的织造手里有一个特权，就是可以给皇帝上密折。普通的官员上折子呢，是一层一层的递上去的，但是这个上密折呢，是直接就给皇帝递过去了。所以各地的地方官员也怕他们在皇帝那里打小报告啊。它其实是皇帝放在各个地方的耳目，就是帮皇帝打听这些地方上的事啊，怕这些地方官员去骗他们。而且呢，这些织造他能接到皇家的大订单，很有钱的。这么重要的职位，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啊，他肯定是跟皇帝的关系很亲密的。那么当时江宁织造的老大就是曹雪芹的爷爷啊，他爷爷跟皇帝是什么关系呢？是发小关系。他爷爷比康熙小4岁，从小就是在一块长大的。当年康熙不是组织一帮少年摔跤手吗？就是杀鳌拜的时候，曹雪芹他爷爷就是这摔跤手的成员之一啊。不光是这层关系啊，还有一层关系是曹雪芹爷爷的妈，正好是康熙皇帝的奶妈。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就是曹雪芹爷爷的他妈同时喂养2个孩子，一个是喂养他爷爷，另外一个就是喂养康熙皇帝啊。
所以他爷爷和康熙皇帝从小就在一块玩耍，这个感情很深厚的。说一下这个康熙皇帝为什么不喝他亲妈的奶，要喝这个奶妈的奶啊？这其实是为了防止这个后宫干政。这个男孩一出生的时候就不让他亲妈带，就让奶妈带着啊，就是不让他和他亲妈的感情太深了，防止以后后宫干政啊。最后说一下，曹家跟康熙的关系这么好，最后为什么还被抄家了呢？就是因为康熙死了啊，然后曹家的靠山倒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雍正皇帝上位以后，让他们家还钱，他还不了钱啊，所以就被抄家了。那他们家当的是最肥的这个职位，为什么还会欠下一屁股债呢？其实都是因为接待康熙皇帝啊。皇帝来他家住了5次，那接待标准肯定是最高的，吃穿住啊一定是用的最好的。而且这皇帝他不是一个人来，他带了随行人马一大堆人呢，还有后宫嫔妃都带着呢。所以接待皇帝就欠了一屁股债，即使是这个最肥的职位都填不满这个窟窿啊。这个就是典型的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吧。靠山倒了，曹家跟着也倒了啊。大家来苏州旅游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啊，就搜第10中学就可以了，看一看这个繁华过后的平静。现在这3大织造府就剩下这个苏州织造府旧址还保留的呢，其他2个织造府旧址都没有了。这里是苏州的寒山寺。寒山寺最有名的就是那首诗了：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前面就是作者写这首诗的地方，有个枫桥，去那边看一看。这首《枫桥夜泊》非常有名，小学课本里就学到了。今天来到实地，再读这首诗，又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首诗写的内容啊。这个就是寒山寺里面的塔，这是江南水乡苏州的民居，这条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。这边就是诗里面写的枫桥，当时的作者呢是坐着这种小船从北方沿着京杭大运河避难来的，第2天打算去苏州城啊，晚上呢先住在这城外的这个枫桥下面。这边有一个夜泊处，当时作者的船就停在这个码头边上，晚上就住在船里啊。看一下这首诗第1句：月落乌啼霜满天，太阳下山了，乌鸦在这树枝上乱叫。当时是秋天嘛，然后这个晚上呢也下霜了，天气特别寒冷。再看第2句啊：江枫渔火对愁眠，江边的枫树啊，秋天嘛也簌簌的往下掉叶子。渔火就是渔船上灯火，晚上点灯。对愁眠就是他很发愁啊，愁的晚上睡不着。前2句诗就把这边的环境点出来了，还有作者的情绪。寒冷的夜晚，作者一个人住在这船上，看着四周这个凄凉的景色，然后他本身也有心事，所以他就睡不着啊。再加上晚上呢，突然间这个寒山寺的钟声响了，钟声就传到这个客船里来，更加显得这个地方特别凄凉。作者有感而发，就写出这首千古名诗了。这首诗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发愁的情绪啊。那么他到底在愁什么呢？这就要说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了。当时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，安禄山率领叛军攻克潼关，然后攻占了长安。皇帝唐玄宗都跑了，跑到四川去了。很多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，就往南方跑。作者也是其中之一。背井离乡，一个人来到陌生的苏州，是不是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呀？而且作者本来是有一段好的前程的，因为他在安史之乱发生前2年刚考取的进士啊，本来是可以当官走仕途之路的，走上人生巅峰。现在看的话，一切都成了泡影了，这就是作者发愁的原因。好，现在去那个寒山寺里面看一下。寒山寺的正门，这个寺庙都是黄色的墙啊。这个寺庙是坐东朝西的，现在游客很多。关于这个寺庙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啊。寺庙里呢有2个得道高僧，一个叫寒山，一个叫拾得。有一天寒山就问拾得，他说世人肥我、谤我、欺我、骗我、亲我、笑我、贱我，
我该怎么办？实德回答说，那你就忍他，让他，避他，由他，随他，再过10年，你且看他。回答的太智慧了，是吧？后来实德和尚是去的日本了，在日本弘扬佛法，把中原的这些文化也都带过去了，所以现在日本也有一个寒山寺。从航拍镜头里看一下寒山寺所处的地理环境，寺庙外面就是著名的枫桥，还有京杭大运河。大运河到今天为止也是可以走船的。一个人一首诗，成就了一座寺庙。好，谢谢观看。我现在在江苏昆山，这是昆山的网红大楼金字塔大楼。这个楼的设计其实挺好的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阳台，可以看到别人在阳台上干什么啊？这里正在遛娃。每一家的楼顶是上一家的阳台，这样一层一层的叠上去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可以把阳台做成一个阳光房，也可以在阳台上喝茶、聊天、晒太阳，而且这样设计不挡阳光啊，每家都有采光。这设计师的脑洞真的是脑洞大开啊！它这个阳台是有凸出来的，有凹进去的。你看我旁边这边就是凸出来的，这一溜就是凹进去的。凸出来的这个比较好一点啊，采光呀、视线都无遮挡，但是凹进去的这一面视线就有点遮挡了，而且采光可能也会有点影响。它的价格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可能要贵一点，这个就便宜一点。这边房子均价是1万多啊，很多在上海工作的在这边买房。因为这里去上海很方便嘛，直接地铁11号线直达的。这个楼的后面就是地铁站啊。现在我换了一栋楼，刚才是在这个楼的楼顶拍的，12层。现在我换到它对面这个金字塔大楼的楼顶了。这栋楼是这3个里面最高的楼，一共有15层。这里是一个天井啊，往下看一下，好高啊，好怕手机掉出去。这里楼呢，大部分都是公寓，可以租来办公用的。从这个角度看看对面那个楼啊，还有这边正在装修呢，还没有人住呢。这是中间那个小广场，这边的楼也是一层一层的下去。哎呀，这上面视野真好，那边就是上海了，这边和上海就是一条河之隔啊。这几栋楼的后面就是上海。金字塔大楼这栋楼里面是这样子的，中间是一个天井，然后越往上这个口就收得越小，一直到最上面，这中间是空着的，空气可以流通，然后也可以采光，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啊。这个大楼是开放式的小区，住的人比较杂，然后送快递的呀、送外卖的呀都可以进来呀，而且这电梯也不用刷卡。进小区也没有人守着啊，因为很多租户租在这里。这下面的通道也是4通8达呀，电动车直接就放在这个天井这里啊，放了一排。这个小区里面很多楼都是可以出租出售的。电梯对面就有一个信息板啊，看一下大露台的100平90万，露台突出的76平85万。相当于1平1万出头啊，这个价格大家觉得贵不贵？还有精装修的，这个都是1室1厅，这个面积比较小啊，有南阳台、北阳台，还有露台，有突出的、不突出的。现在晚上的8点了，我又来到楼底下了，再看一下这个楼，亮灯的并不多，说明它这个入住率不高啊。再看一下这边的情况是一样的，它那个一闪一闪的那个是民宿，没有几家。
看旁边的那个小区啊，万家灯火，这两个一对比，你就能看出来这个楼的入住率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苏州的太湖。中国有5大湖泊：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、巢湖、洪泽湖。其中这个太湖上面大大小小的话有50多个岛屿，其中有18个是有人居住的，剩下的全都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啊。今天我带大家去太湖中间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岛转一转，就是我身后这个叫做阴山岛。先通过无人机的视角，我们整体看一下这个岛的情况。这个岛是东西长，南北窄，整体上呈一个月牙形的，中间有个弧度。全岛的面积是 0.8平方公里，这是一个袖珍型的小岛。岛上有200多户人家，一共是500-600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堤坝是99年才建好的，这是进出阴山岛的唯一通道。之前上千年的历史中都是要靠摆渡船的，现在修了堤坝，生活是极大的方便了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在阴山岛的半山腰有一条公路，这是一条环岛公路，可以绕岛转一圈的。我们看这个岛上主要种植的都是茶叶，这边盛产太湖的碧螺春。刚才通过无人机对这个岛有个大致的了解，现在咱们就走到这个岛上面去啊，实地看一看。因为岛上的路比较窄嘛，所以汽车只能停在这两边。这边全都是民宿啊，他们住的都很集中，都在住在这一片。村里面是可以农家乐、住宿、吃饭都有的。这边是不通公交的啊，只能开车过来。村子口上有个超大的香樟树，已经有1000年了，枝繁叶茂啊，真是。到跟前看一看啊，这边是一个进村的小桥。阴山村，这墙上都做的彩绘呀，蛮好的。这里全部都是民宿啊，农家乐、吃饭的、住宿的，也有很多游客啊。这边是渔船，他们好像就住在渔船上啊。哇，到这个香樟树底下了，这个树好粗啊，这要几个人才抱得住啊？我觉得得3、4个我才能抱得住呢。6个人啊！哇塞，这里好像是一个码头，从那里入口处进来啊，船就可以停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岛真的好原生态啊，那边好多鸡在叫呢。去这个岛的最高处看一看啊，这边有老人在喝茶聊天。岛上面呢有这种小路，可以绕着岛转一圈啊。岛上呢主要是种植碧螺春的，这边的村民都是以种植这个为生啊。这边有人在采茶，我可以拍一拍你们采茶叶吗？正好看到有2个人在采茶叶。作为北方人，我还没有见过采茶叶啊，过来看一看。哎呀呀，好陡啊！这个是碧螺春吧？就是一个叶子小点点的啊。看看这样的，全部都小点点。这采了多久了呀？刚到了，这个到了10几分钟啊。10几分钟不止。哦，采的挺快的啊。这个小，你看到？这个你看，全部都一叶小点点，你看，全部都这泡里面找的，看到？采什么呀？这是？就是这样的啊。见到就是一叶小点点，就这样的，全部在这里找的，少没望出来呢。它采完还会长出来吗？会啊，还会再发。啊，那过一段时间又能采了是吗？哇，那挺好的啊，种一次树，然后一直可以采着卖钱。啊，就是这样，然后采回去再炒茶是吧？对了，全部这样小点点头的，一叶的。哦，第一次见还。哦，它这样是一行一行的这样种的，然后就种在山坡上啊。哦，采这个也很晒的哈。晒的，你看都戴着帽子，都把头包起来了，只露个眼睛出来。这个采了能卖多少钱1斤啊？一开始下来2000多。1斤？所以
4斤这个还能炒1斤啊，4斤这个嫩芽炒1斤茶叶。刚才我跟这2个大姐聊天，她们不是本地的，她们是安徽过来的，来这边采茶打工，等于是打临时工，就采个1、2个月结束就回去了。因为这个茶就是清明节前要把它采完，过了清明节再采的话，这茶就不好了。他们采完这一波就要把这个茶树都砍掉，所以他们就来打工1、2个月，工钱呢是1天不到200块钱吧，管吃管住的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跟去工厂差不多啊，其实。你好，从这儿能上到山顶吗？上去可以看到整个岛吗？你们在采茶呀？岛上的风光真好啊！现在我已经到了山顶了，山顶的视线非常好，带大家看看这边的情况。太湖中有非常多的这样小岛，看这条路，这就是出岛的唯一通道。现在是单车道啊，正在扩建呢。我再过1年多，这条路修好了，就变成双车道了。这个中间还经过一个岛啊，这条路旁边还有一个小岛，这是无人居住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岛，这也是无人居住的。无人居住的岛都没有路通到外面，想去的话只能是坐船。我们看这个岛，这是叫衡山岛，它有一条路通到这边的岛上。下个视频去衡山岛那边看一看啊。我现在在的这个岛叫阴山岛，这岛上面很小的，1个小时就能转遍。我现在带大家去另一边看看啊。现在这是山顶，越过这里之后，就能看到岛的另一边了。这岛的最高处有盖的小房子啊。山顶就是这样子的，这就是另一边了。岛上全部是种的茶叶，远处可以看到那边的2个跨湖大桥，那中间也是有一个岛的。我就是沿着车从那边开过来的啊，那个就是西山。在岛上的小巷子里转一转啊，岛上的房子建得特别好，都是2层、3层的小别墅，背靠大山，面朝太湖。看这建得多漂亮啊！白墙黑瓦，跟苏州古城是一样的。人家这边的农村有钱啊，有条大黑狗。岛上好原生态呀，还养的鸡，养的鹅。这是饿了吧？种的枇杷树，还有别的树呢，别的树我都不认识，这是南方的树。近距离看一看枇杷树啊，现在已经结果了。这个什么时候成熟呢？大概是5月份吧，还有1个多月啊。结的还挺多的。在半山腰有一条那个铺好的水泥路，但是如果要上山顶，都是这种羊肠小路啊。刚才那个人他吓唬我呢，他说这里面有蛇啊，但是我又问了很多人，他们说现在这个季节没有蛇，可能别的季节有蛇啊，但是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这两边的树都非常高。这就是出岛的这条路，当时99年修这条路的时候，每家每户都出钱了的，按人头出钱啊，政府拿一部分钱，村民拿一部分钱。现在正在扩建，下个视频再去旁边的衡山岛看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苏州，今天要去苏州的西岛玩一下。我租了个车啊，因为那边的交通不方便。你们租过车吗？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租车的流程啊。到门店了，我在网上都下好订单了，来门店取车。进去看一看取车的流程。
人呢？怎么没有人呢？现在租车特别方便，有身份证、有驾照就可以租了。车在地下车库停着呢，地下车库还是2层的呢，这上面也能停车啊。就是这个车捷达，看一看啊，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划伤之类的。哎，其实转一遍就可以了，没有啥大问题就行。看一下这个捷达的里面啊，这个捷达的配置就是很简单，这边是收音机，没有倒车影像，这个空调是这样手动的，感觉像开着小面包似的，然后也没有天窗，然后中间这里没有扶手箱，空空荡荡的。不过捷达嘛，就是皮实耐用就好了。租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？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油表，还有公里数，记录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亮灯的那个故障码。如果是正常的话就 OK 了，可以开出去玩了。现在我已经开到太湖桥上了，哇，那边就是太湖了。当前平均时速61。快到西岛了，这边全是农家乐啊，左手边。然后路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。在城市待久了，开车出来玩一下还是很好的，寻找一下乡村的野趣。300米处，现在我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，好好看一下。刚才在地库里黑不隆咚的，也没有看清楚啊。白色的小捷达，自动挡的，还可以啊，一个人开足够了。我租了2天是299块钱，相当于1天150，再加上油钱的话，1天200块钱差不多够了。刚从那边开过来呀，那边是太湖上面的一个小岛，这中间有桥。它这个桥呀，把太湖中间的很多岛都连起来了。太湖中有50多个岛，其中有人居住的是18个岛。今天我要去其中的一个啊，看这个太湖上面的风景多好呀！而且这个乡村公路上很少车啊，开着车走在这个林荫大路上，非常的爽。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，上雨呀，天大，下呀雨疏城里有林，城外有水乡，哎呀，苏州海风光，哎呀，海风光，哎呀哎呀。春季里兰花开，雨中采长芒。夏日里荷花荡，琵琶叮咚响。一起携手轻弹柔唱，街洞里面看月亮。街洞里面看月亮，哎呀哎呀！秋天里桂花香，庭院树声朗。冬季里腊梅放，桃李长江。开开门窗青山
落水千岁岁出新天堂，千岁岁出新天堂，哎呀哎呀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苏州。在苏州的太湖中有大大小小50多个岛屿，其中有18个是有人居住的。我们看到的这个岛叫衡山岛，它就是有人居住的岛其中之一。岛上一共住的是200多户人家，一共是700-800人。整个岛的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。从航拍镜头上可以看到，岛上的地形是中间高，四周围低，居民们都集中居住在湖边的位置啊。就是地势平缓的地方。岛上有一座栈桥和外界相连，这也是出岛的唯一通道了。岛上的居民以种植枇杷树和茶叶为生，碧螺春是这边的特产啊。岛民们还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，太让人羡慕了。现在咱们就走到这个岛上去看一看啊。这个就是去衡山岛的堤坝了，可以看到这个路比较窄啊，只能走一个车。对面如果来个车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会车了。两边就是滔滔的太湖水，这也是个宁静的小村庄，跟阴山岛一样，村口有一棵香樟树，看这个树龄应该也有几百年了。车子停在村口，村口是一个很大的池塘，这池塘是跟太湖连着的，从这个桥底下是连着的。岛上有好多老房子啊，老房子现在都不住人了啊，旁边就是新盖的农家乐民宿，这两个对比很强烈啊。这老房子上面都爬满了各种藤条，看看里面啊，历史的感觉。这老房子不住以后，并没有把它扒掉啊，还留在这里，可以看出以前生活的痕迹。以前这边就是住这样的房子啊，现在他们在后面盖了新的楼房了，越盖越漂亮。在上山的路口看到一个反光镜啊，这个镜子是塑料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它并不是玻璃做的。我按一下看一下，你看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现在爬到半山腰了，哎呀，这个岛上种的全都是枇杷树啊，漫山遍野的枇杷树，能不能上到山顶呢？从这条路，这个衡山岛上就没有环岛路了，而且这半山腰啊也没有柏油路，没有水泥路，只有这种羊肠小道啊。你要上山的话，只能从这个两个茶叶树之间穿过去。这边的交通不方便啊，我昨天去的那个阴山岛那边就有环岛路，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岛，而且是柏油路，那个交通很好的。这个衡山岛更原始一点啊，然后这岛上还有很多坟墓的，
这边的茶园全是这个老师傅他家的。老师傅你好，这全是你们家的呀？这好多呀，有多少亩啊？那采不完的，光雇2个人不行的。这片茶园是有2家的，这边的是这个大叔他们家的，那边是另外一家。你看这个大叔刚才把这一溜都扎上这个绿色的带子，就是分界线啊。这边是他家的，因为他请的工人来帮他采茶，他怕工人采错了，把别人家的采了就不好了。现在继续往山上爬，这边又看到拴着红色绳子的地方了，这又是2家的分界线啊。这个只有本地人才能知道谁家是谁家的，因为它都长在一起了，连成一大片。现在应该是到山顶了，山顶已经没有路了。天哪，上面只有我一个人。哦，就看到另外一边了。你好，这还有小狗。师傅，这片茶园都是你家的吗？对。好多呀，有10好几亩啊。他们中午就在这上面吃饭，有人送上饭来。岛上有很多的这种罐，这是蓄水的啊。下雨的时候，雨水就顺着这个铁皮流到瓮里头去了，然后就可以拿来浇地啊。然后他们每隔一段路呢，也会修一个这样的蓄水池，里面全都是水啊。这个我看是别人打药剩下的药啊，还有药桶。虽然就是挨着太湖这么近啊，但是上面还是挺缺水啊。这就是横山岛的情况了。大家喜欢这个岛吗？你愿意住在这个岛上吗？到苏州最著名的拙政园了，进去参观一下。苏州的拙政园，还有留园，还有北京的颐和园、承德的避暑山庄，这是中国4大园林。今天来拙政园的游客特别多，天气很好。我一直没来这里，是因为我对这个不太懂啊。今天进去逛一逛吧，门票70块钱啊，在这边排队，检票进来了，随便逛一逛吧，因为咱也不太懂。江南园林啊，这个园子太有名了，它是5A 级景区，世界文化遗产，而且是中国古典园林建造艺术的巅峰，名气太大了。先看一下这个园子的主人是谁吧，他就是这个人，叫做王献臣，他是明朝的一个官员。下面这个人叫做文征明，他是明朝江南4大才子之一啊，他帮助王献臣设计了这个拙政园啊。王献臣为什么要盖这个园子？因为王献臣当官，他的仕途不太得意，受到别人的诬陷，仕途坎坷，他就不想从政了，想找个地方归隐田园，寄情于山水，过陶渊明一般的生活。因为他的老家就是这边的，所以他在这边买了地，开始建房子了。这个园子花费了很多心血，建了16年才建好呀。建好以后，他才享受了2年就去世了。去世以后，他儿子是个败家子，因为他儿子喜欢赌博呀，没多久这园子就输给别人了。这个园子也被辗转倒卖过很多次，有吴三桂的女婿，还有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。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什么道理吗？就是这个房子的原主人呕心沥血16年呀，最终却为别人做了嫁衣。这人一死了以后，什么都带不走，这么大的家产，这么好的园子，你一点都带不走啊，便宜别人了。我们看一下园子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吧，就是这个亭子。这个亭子里面东南西北各有一个这个圆的观景窗，这4个圆圈呀，就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。你从每一扇圆圈里看出去，风景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这个代表了夏天，夏天的时候这池塘里开满了荷花。这个就代表冬天，冬天下雪的时候，这个房檐上都是落的白雪，还有白墙。坐在这边就可以赏雪景了。
这个方向代表的是春天，窗外有迎春花，还有各种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春天来了，生机盎然。这边呢，代表的是秋天，秋天的外面是一片竹林，所以坐在这个亭子里，你往四周围看，春夏秋冬的景色就都有了，设计的非常巧妙啊。还有一个更巧妙的啊，在这个亭子的旁边就是园子里面的池塘，在池塘的尽头，我们看一下有一座塔，这个塔是苏州著名的北寺塔，它不在园子里啊，它离这里有1-2公里呢，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它是在园子里一样。这个就是运用了借景的手法，巧妙的借了别处的景，而且这个湖面上还可以呈现出塔的倒影来。这两边的树木呢，也没有把塔挡住，从这里呢就可以一眼望过去，是不是太巧妙了？康熙下江南的时候曾经来过这里，他参观完这里以后，不怎么感兴趣啊，不是因为这里不好，而是因为这里太好了。康熙是认为这么好的环境容易使人丧失斗志，如果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面，可能会失去进取心啊，那就是温水煮青蛙了。好的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对于最后这个观点，大家怎么看呢？可以在留言区评论一下啊。